美国军方发现卫星抓不住东风17，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各位网友，大家好。近期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在研究了高超音速导弹的特征以后得出了一个让他们很悲观的结论那就是当前美国的整个反导体系对这种武器都不起作用。而且呢，还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在哪里。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东风17、俄罗斯的先锋、锆10高超音速导弹的投入使用，美国军方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种没有办法克制的武器。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速度在5倍音速以上，超过了今天所有反导系统的拦截能力。从2020年开始，美国军方就要求军火商要提出方案，研究如何对付这种武器。美国呢，在高超音速技术方面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但研制了多个型号的导弹武器，还考虑过高超音速的载人飞行器的研制。虽然没有哪一种型号列装部队进入到实际使用，但它是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经验和技术的。所以美国军方一度认为，只要在现有的反导基础上加以重视，可以很容易的获取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美国各个主要军火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罗曼以及雷神公司，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概念。美国著名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以自己的星链卫星为基础，向美国军方提出了部署近地轨道预警卫星的方案，还获得了一大笔的资金支持。美国军方认为拦截高超音速导弹和拦截弹道导弹一样，可以通过导弹预警卫星和地面雷达的配合来实现。用卫星来发现导弹起飞，跟踪飞行过程。当导弹接近目的地的时候，再用地面雷达进行搜索和锁定，引导拦截系统前往拦截。美国军方一度认为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困难有3个，首先是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留给拦截系统的反应时间比较短。其次呢，高超音速导弹在飞行末段具有一定的机动变轨能力，所以需要反导拦截系统有更强的计算能力，反导拦截弹具有更强的机动能力。第三，沉波体类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可以贴着地面或者是海面飞行，缩短对方雷达的作用距离。所以美国军方在设想建造高超音速导弹拦截体系的时候，高度重视卫星系统，特别是低轨道卫星系统，因为卫星不受地形的限制，会居高临下的发现飞行中的高超音速导弹。但是美国军方以及军火集团没有想到的是，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特征与弹道导弹完全不同。研究发现，高超音速的导弹在飞行过程中与空气剧烈的摩擦，导弹表面的温度相当高。当高超音速的导弹以5倍的音速飞行的时候，弹体的表面温度高达2200多度。在这样的高温之下，导弹周围的空气分子就会发生电离现象，产生一个包围在导弹外面的等离子区域，称为等离子体壳层。这种等离子体壳层和宇宙飞船从太空返回时候遇到的黑障是相似的。黑障阶段电磁波没有办法穿透地面和飞船之间也就不能够进行通信。这个壳层发生在高超音速导弹身上，就会导致地面的雷达没有办法准确的跟踪和锁定。那美国军方不是要在太空部署卫星跟踪高超音速导弹行不行呢？温度高达几千度的物体，难道从太空也看不见吗？那根据美国军方的研究结果高超音速的导弹在飞行过程当中的红外信号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烈，特别是在地球表面各种现象的干扰之下，卫星根本没有办法抓住飞行中的导弹，所以高超音速导弹就成了一种很难发现和跟踪的对象。既然不能发现，不能跟踪，那拦截就更就无从谈起了。从新闻报道看美国军方是相当的沮丧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千万不能轻敌。美军之所以能够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很显然是已经利用卫星和它的高超音速飞行器进行了一定数量的飞行实验，而且尝试了相当多的办法。如果没有这样的科研基础，五角大楼也不可能得出
现有系统不能发现高超音速导弹这样的结论。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可能有一些高超音速的导弹武器型号已经接近实用阶段了，只是军方呢还没有公布具体的名称和技术特点而已。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的警惕。美军在高超音速武器这个问题上是采用了攻防两手的，就算防的这一手短期内无法取得突破，攻的一手很快就会对中国以及俄罗斯形成现实的威胁。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拦截方面呢，相关的科研也是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既然美国认定高超音速导弹是没有办法拦的，那对于这种武器的具体战术使用来讲，似乎就只剩下了一种选择，那就是打对攻，看看谁能够制造出数量更多、性能更好、威力更大、实战效能更强的高超音速武器，抢先把对方打垮。至于怎么去拦截高超音速导弹，那要等到技术进一步突破之后再说了。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